我是蔡志林，您身边说实话的老朋友。如果您这会儿正打算去银行存钱，或者定期存款马上到期要转存，请您先把银行卡放回抽屉，坐下来听我说15分钟。因为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个时候，可能正有好多位和您一样勤俭节约的老人，坐在银行贵宾室的皮沙发上，对着理财经理递过来的平板电脑按下手印。他们以为自己在办定期存款，却不知道那张薄薄的纸正在把他们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拖进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随着2026年越来越近，银行的日子也不好过，利率一降再降，有些银行员工的眼睛就开始盯着咱们老年人的钱袋子了。他们穿着笔挺的制服，笑容满面的喊着叔叔阿姨，手里拿着的却不是存单，而是一份份能让您本金都保不住的保险合同。今天我要说的这件事，关系到您口袋里的每一分血汗钱，请您一定要听到心里去。在说透这个陷阱之前，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健康之道，这里是我们中老年朋友说知心话、学保命知识的小天地，请您动手点个关注，再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选全部通知，这样以后有什么要紧事，我才能第一时间提醒到您。也请您给这篇文章点个赞，您的手指一点，可能就帮到了一个正在银行柜台前犹豫的老伙计。话不多说，我为什么今天这么着急？因为上周我邻居家就出了大事。70多岁的陈伯母5年前在银行存了30万，当时工作人员跟他说利息比定期高，还送健康体检，老人高高兴兴签了字。结果上个月他儿子突发心梗要手术，急着用钱，去银行取钱时，柜员却告诉他现在取要亏8万块钱。陈伯母当场瘫坐在大理石地板上，哭着说这是我老头子的抚恤金啊，可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他当年签的是一份要到他孙子那辈才能全部取出来的保险。这种痛没经历过的人真的不懂，我们这代人一分一毛都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存钱不是为了发财，就是为了哪天医院要交押金时能拿得出来，为了孙子上学能帮衬一点。可偏偏有人要把手伸进我们这个保命的口袋里。您可能会问，银行不是国家的吗？怎么会骗人？这里有个天大的误会，银行柜台里坐着的不全是银行的人，有些是保险公司的销售，有些是银行的理财经理，但他们推销保险产品时拿的是保险公司的提成。您存定期，银行要付您利息，可您买了保险，保险公司会返给银行高额的佣金。特别是每年年底到第2年3月，银行搞开门红活动的时候，一份100万保额的保单，业务员能拿到好几万的提成。在这么巨大的诱惑面前，有些人的良心就开始打折扣了。他们的套路都是设计好的，专门针对我们老年人的心理。我来给您还原一下，您走进银行，说要存3年定期，马上有个穿西装打领带的年轻人热情地迎上来，端茶倒水，把您请进单独的贵宾室，然后他会压低声音说，阿姨，现在定期利息太低了，存着就是贬值。我们银行内部有个养老专属理财，年化 3.8%， 复利计息，还附带重大疾病保障，就剩最后3个名额了，我特地给您留的。从头到尾，他绝不会说保险这2个字，用的是理财、储蓄计划、增值服务，这些听起来跟存款差不多的词。更狡猾的是，他们会故意混淆概念。比如他说这个存5年就好，您以为是存5年就能取，其实他的意思是您要连续交5年钱，而这笔钱要等到15年后取才不会亏本。15年啊，我们这把年纪有几个15年可以等？到了签字环节就更可气了，要么是一沓几十页的合同，字小的像蚂蚁，要么是直接在平板电脑上划几下，他会指着屏幕下方说，阿姨，您在这签个名就行，其他都是格式条款。我们老人家老花眼，又信任银行，大笔一挥，名字就落下去了。就这1秒钟，您的存款就变成了保单。这个保单最毒的地方在哪里？在于它有个叫现金价值的东西。普通存款您随时取，顶多少点利息，但这个保险您签完字后有10到15天的犹豫期，过了这个期限，您要是急需用钱想取出来，那就不是取款，是退保。退保能拿回多少钱？看现金价值表，通常第1年退保只能拿回1/3，第3年可能拿回1半，
要到第6、7年才能勉强回本。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您存了10万，第2年生病要取，可能只能拿出4万块，少了的那6万去哪了？一部分成了保险公司的利润，一部分成了业务员的佣金，还有一部分成了银行的中间收入。您可能会说，我当时不知道啊，我可以告他们。难，太难了。现在银行办这些业务都要双录，录音录像。录像时，业务员会快速问，您知道这是保险产品吗？您知道中途退保有损失吗？很多老人被使眼色，被小声提示说知道就行，不然办不了，就在镜头前点了头。这段录像就成了法律上的铁证，到哪说理都难。2026年以后，这个坑只会更深，不会更浅。经济形势摆在那里，银行的压力越来越大，到时候这些产品可能会换上更漂亮的外衣，比如叫什么养老传承计划、家族财富管家，听起来更高大上，里子的套路还是一样。那我们该怎么办？难道钱都不存了吗？当然要存，但要带着武器去存。蔡志林今天给您3件防身法宝，记牢了就能保住钱袋子。第一件法宝叫认准落款，不管对方说的多么天花乱坠，签字前一定要戴上老花镜，仔仔细细看合同最上方或者盖章的地方，写的是某某银行还是某某人寿保险公司，只要是保险公司，哪怕是在银行柜台办的，那也是保险，不是存款。银行只是代卖，出了事他们不负责任。看到保险公司几个字，您就说我不需要保险，我只要存款，转身就去普通柜台办定期。第二件法宝叫抓住黄金15天，如果您已经稀里糊涂签了字，回家越想越不对劲，别慌，还有救。所有保险都有个犹豫期，一般是收到合同那天起15天内，在这15天里，您可以无条件退保，1分钱损失都没有。您要做的就是拿着合同、身份证，直接去银行坚决要求退保。如果银行推三阻四，您当场就打保险公司客服电话，或者打12378银行保险消费者投诉热线。这个电话一打，他们处理速度会快很多。第3件法宝也是最管用的，叫带上你的保镖。我真心劝告所有60岁以上的老朋友，去银行办理超过5万的业务，千万不要单独去，一定让儿女陪着，或者带上家里懂金融的晚辈。如果子女实在没空，您就这么跟理财经理说，这钱是我女儿让我来存的，我做不了主，要不你打个电话跟她讲清楚，她同意我就办。我告诉您，这句话能吓退90%想忽悠的人，因为他们那些话术只能哄哄老年人，跟年轻人一说就漏洞百出。老朋友啊，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苦日子，知道钱来得不容易，这些钱是我们看病的底气，是养老的尊严，是留给孩子们的最后心意。我们可以不要高利息，但一定要保本金、保灵活。银行里的人也要生活，也有考核压力，但这绝不能成为他们把业绩建立在老人血汗钱上的理由。利用我们眼神不好、耳朵不灵、对新事物不了解，诱导我们签下那些看不懂的合同，这就是在作孽。我今天写这些，不只是想告诉您一个人，我希望您能把这篇文章转到家族群里，转给经常一起遛弯的老姐妹、老兄弟。您回家一定要翻开存钱的单子看看，到底是银行存款凭证还是保险合同。如果是合同，马上核对是不是还在犹豫期。多一个人知道，就少一个家庭在银行里哭天抢地。2026年要来了，世界在变，骗术也在升级，但只要我们守住这几条底线，看不懂的不签，利息太高的不贪，不是存款的不买，咱们就能稳稳当当的守住自己的养老钱。我是蔡志林，在健康之道里把您当自家亲人看待的老朋友。如果您觉得今天这些话有用，请在评论区打出守住本金4个字，让我们互相打气，抱团取暖。如果您身边有人遇到过这种事，也请在评论区说说经历，您的一句话可能会点醒很多人。如果您愿意听我继续讲这些大实话，请一定关注健康之道，下期我们聊聊医院里的那些隐藏陷阱。祝您和您的家人钱袋安稳，身体安康，过个踏实好年。